人这一辈子也是真不容易，大半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年轻的时候忙着成家立业，中年的时候忙着养儿育女，好不容易老了，还要为了那几两碎银子操心，为了儿女的那点家务事担忧。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生为了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耗尽了心血。可是面对那个迟早要来的大限，面对我们从哪里来，死后往哪里去，这个终极问题，我看10个人里有9个都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这就叫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今天请大家把心静一静，我要带大家去窥探一下生命的源头，去揭开那个连最先进的西医显微镜都看不到的投胎之谜。这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相。我先要问大家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是个男人？或者你为什么是个女人？我想很多朋友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可能会笑，心里想，这还用问吗？因为我有男人的器官，或者我有女人的特征啊。稍微懂点科学的朋友可能会说，因为我有的染色体啊。错，大错特错。大家要明白，你们所说的器官也好，染色体也好，那都是西医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冷冰冰的结果，那是已经形成的形。而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智慧，还有博大精深的佛法，看的是神，看的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一切的源头。哪怕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还是要告诉各位，你这一辈子的性别，甚至你这一辈子长的是庄严还是清秀，身体是强壮如牛还是虚弱多病，完全取决于你在投胎前的一刹那，你脑海里对性所产生的一个念头。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吓了一跳，觉得我这是在讲神话故事，还是在讲封建迷信？这绝对不是我瞎编乱造的，这是佛祖在入胎经里明明白白讲出来的真理。而且这跟我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讲的心主神明、魂魄入体、阴阳交感的运作规律是完全吻合、严丝合缝的。诸位，为了让你们真正幸福，我得耐心的先给你们讲讲中医里最深奥、最核心的水火既济的道理。听懂了这个，你也就懂了生命的起源。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五行，心脏在我们人体里是君主之官，就像是一个国家的皇帝，他的五行属火，代表着一种向上的光明的能量。而肾脏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它的五行属水，代表着潜藏的滋润的能量。人到底是怎么来的？西医只是简单的说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但在我们中医高维度的视角看来，那是欲火点燃了肾水的过程。试想一下，当你在投胎前的那一刻，你的灵魂本来是处于一种冰冷的游荡的状态，但是当你动了那个贪爱的念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了凡心，这一念起就是火。好，这把无形的心火瞬间就点燃了你未来父母交合时产生的那个精血之水。火在下，水在上，这一烧就像我们烧开水一样，就产生了一股氤氲之气，生命的发电机就开始转动了，生命就开始发动了。所以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这一念最关键？因为这一念的强度直接决定了你这辈子心火的强弱。大家看看周围，有的人生下来就神采奕奕，眼睛炯炯有神，哭声洪亮，那是他投胎时那一念爱的纯粹，心火足，生命力自然就强，这辈子往往做事果断，身体健康。而有的人生下来就畏畏缩缩，从小就容易受惊吓，脸色苍白，容易生病，那是因为他在投胎时那一念夹杂了恐惧、犹豫或者是被迫的感觉，导致心火不足，压不住肾水，水气凌心，所以一辈子胆小怕事，性格内向。你看，仅仅是这投胎的一念，不仅仅决定了你的性别，还把你这辈子的性格底色、健康基础都给涂好了。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命。好了，理论的根基我们讲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深入聊聊那个最神秘、大家最感兴趣的阶段——中阴身。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词，觉得很玄乎。我给你们打个最通俗、最生活化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卖了旧房子，准备搬新家。你在旧房子，也就是你前世的身体里的租约到期了，房东也就是阎王爷或者大自然的规律把你赶出来了。但是呢，新的房子，也就是你下一世的身体你还没找好，或者还没装修好，你拿不到钥匙。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既不住在旧家，也不住在新家，你是不是就得拎着大包小包在路上晃荡，住在旅馆里或者暂借在朋友家？这个在路上晃荡无家可归的过渡阶段就叫中阴身。我们活着的时候有这个肉身，这叫本有；死了的那一刻，断气的那一瞬间叫死有；投胎的那一刻叫生有。夹在死和生中间的这一段就是中阴。那么这个中阴身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大家千万别害怕，听我细细道来。第一，它非常的神通广大。我们现在活着，想去个美国看儿子，或者想去趟日本旅游，还要办签证、买机票、收拾行李，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累得腰酸背痛，到了还得倒时差。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沉重的肉体，中医讲这叫形，有形就有质，有质就有阻力，受地球引力的限制。但是中阴身不一样，他把那个沉重的肉壳子给扔了，只剩下一团灵气，一团能量。入胎经里讲，中阴身拥有神足通，什么意思？就是想去哪就去哪，不受空间和距离的限制，念头一动，瞬间就到。比如说你变成中阴身啊，突然想起，哎呀，我那个住在台北的老朋友老张最近怎么样了？只要这一念头闪过，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哪怕他在地球的另一端，你嗖了一下就到了他面前，你甚至可以穿墙而过，没有任何障碍，而且他还能看到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的眼睛是肉眼，隔张纸就看不到了，隔道门就听不见了。中阴身的眼睛那是能看到各种能量场，能看到别的灵体，能看到亲人心里的想法，是不是听着很威风？但是别急，老天爷是公平的，给了你神通就得给你限制，这也是他的第二大特点，他有死穴。中阴身虽然哪里都能去，但有2、3个地方他是绝对进不去的，怎么撞都撞不进去。一个是佛塔、寺庙，或者是有大修行人坐镇的道场。为什么？我们中医讲这种地方那是纯阳之气，正气凛然，那是几千年香火和经文熏陶出来的地方。中阴身毕竟属于阴性的能量体，它那个小身板受不了那种强大的正能量场的冲击，就像这冰块，它不敢往火炉旁边凑，一凑就化了。所以我们老一辈人平时说去庙里烧香拜佛能辟邪，道理就在这儿。那里的气场太强，一般的灵体不敢近身，会被弹开。另一个进不去的地方就是女人的子宫。听到这你会问，尼斯，你不是说要投胎吗？进不去怎么投胎？岂不是矛盾了？大家注意了，我是说不能随便进，除非你跟这个女人还有那个男人有深厚的业力牵引。就像你走在台北的忠孝东路上，两边这么多房子，这么多豪宅，你不能随便推门进去睡觉吧？你得有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你们之间的缘分，或者是恩，或者是怨。只有当那个投胎的时机成熟了，你也看对眼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动了凡心，你才能滋溜一下钻进去，那时候谁也挡不住。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的寿命非常短，只有49天。这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刻在脑子里。我们中国传统丧葬习俗里，为什么要讲究做7、头7、2期，一直做到7期49天？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很多中年人都以为这是迷信，是繁文缛节。其实这是有极深刻的生命科学道理的。因为中阴身的寿命通常最长就是49天，这就好比是老天爷给你的找工作黄金期，或者是你的签证有效期。在这49天里，你必须得找到下一家投胎。如果过了这49天你还没投胎，那你可能就会滑落到更不好的地方去，比如去做孤魂野鬼，或者下地狱受苦，那是另一种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我们今天先不展开，所以这49天对于亡者来说简直就是生死时数，是决定下个轮回是吃肉还是喝风的关键时刻啊！这就是为什么家里人要在这期间赶紧念经做功德回向给他。这就好比你在外面找工作碰壁了，面试不顺利，家里人赶紧给你汇点钱托托关系，帮你把路铺平一点，让你能找个好人家投胎，别去那些穷乡僻壤受苦受难。那个中阴身啊，在天地间飘飘荡荡，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十天。他像个没头的苍蝇，被那个叫业力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忽冷忽热。就在他又冷又饿、惊慌失措、
孤独无助的时候，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光，或者说一个让他挪不开眼的画面，那就是他未来的父母正在行房，正在交合。注意哦，这个时候钟英生看到的不是两个人在那尴尬，他看到的是一种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这就像什么？就像黑夜里的飞蛾看到了火，像铁钉看到了磁铁，那种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就在这一瞬间，钟英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反应，这个反应叫贪爱。说大白话就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和喜爱，而这个贪爱的对象决定了你是男是女。经书上讲得非常直接，如果你当时作为一个钟英生，你看到那一幕，你心里突然对那个男人，也就是未来的父亲，产生了极大的爱慕，你想亲近他，恭喜你，这一念爱男憎女让你瞬间入胎，这辈子你就是个女人。反过来，如果你当时看到那一幕，你被那个母亲迷住了，你觉得她好美，你想靠近她，你想推开那个父亲，那么这一念爱女真男让你入胎之后，这辈子你就是个男人。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就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也是天地间阴阳交感的最基本规律。原来我们每个人打从娘胎还没进去之前，骨子里就带着一股情欲的劲儿。我们是因爱而生，因欲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佛家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当然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会问，尼斯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那如果是试管婴儿呢？那如果是没看到父母交合呢？还有人会问，那能不能不投胎，我就在外面飘着不行吗？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生命的奥秘没那么简单，这个贪爱不仅仅是男女之情，它还包含了一种更深层更顽固的执着。接下来我要带大家深入到这个欲望的深处，去扒一扒那些你根本意识不到的念头。这些念头不仅决定了你的性别，还决定了你这辈子是富贵还是贫穷，是长寿还是短命。很多朋友听了后可能会说，尼斯啊，既然你告诉我原理了，那我到时候控制一下不就行了吗？我到时候谁也不爱，我谁也不看，不就没事了？幼稚，太幼稚了。你以为那个时候的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吹着冷气，理性思考吗？我跟各位讲，钟英生的状态就像是被卷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或者是像你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甚至是像你发高烧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的那些习气欲望会被放大千万倍，哪怕是一丁点小小的执着，在那一刻都会变成一根几吨重的铁链，把你死死地拽下去。为了让大家听懂这个执着有多可怕，我跟你们讲个故事。这可不是我编的，这是佛经里的公案，也是我在临床上看了这么多病人总结出来的真理。以前有一位修行非常高深的法师，他在深山里修了几十年，功夫很深按理说他这辈子修完是可以跳出三界，不用再来受这个轮回之苦的。他修得好不好？非常好，心地清净，无欲无求，名利也不要，供养也不在乎。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看似高雅的爱好，就是养兰花。他在寺庙的后院种了一株极其名贵的兰花，每天给它浇水擦叶子，看着它开花，闻着那个香味，心里就欢喜。这看起来是不是很高雅？是不是很无害？比起那些贪财好色的人，这简直不算什么毛病吧。好，大限到了，这位法师圆寂的那一刻，本来他的灵识是要往上升的，是要去亲近国土的。可是就在断气的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哎呀，我走了，那盆兰花谁浇水啊？那个笨手笨脚的小徒弟肯定会把他养死的。不行，我不放心，完了，全完了。就这一个念头比泰山还重，他的神瞬间就从上面咚的掉下来，因为他的心念在兰花上，他的神就被牵引到兰花那个位置。结果怎么样？我也看过类似的记载，有的说他变成了一只虫子，趴在那株兰花的叶子上，有的说他投胎变成了那户人家看花园的下一代。不管变成什么，他想走的机会没了，他又被拽回了这个红尘里，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生老病死。你们不要觉得那个和尚傻，也不要觉得这事离你很远。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诊所案例，你们就知道了这个执着在身体上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前2年有个大富豪来找我看病，这个人多有钱，身家几十亿，
在台北、洛杉矶都有豪宅，出入都是名车。他来看什么病？失眠。他说：倪医师啊，我这个觉没法睡，一躺下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全是公司的账目、股票的 K 线图，好不容易睡着了，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心慌，一身冷汗。我一摸他的脉，那是典型的心肾不交，心火旺得像火炉，因为他天天在算计，在焦虑，肾水寒得像冰块，因为他怕输怕穷，深层的恐惧伤了肾阳。再看他的脚，大夏天的双脚冰凉，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你家里的保险柜钥匙藏在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地方，而且你每天都要去摸一下才安心？他当时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倪医师，神了，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脉象告诉我的，你的神根本不在你的心脏里，你的神全在那个保险柜里，你这叫守尸鬼的前兆啊。我告诉他，你现在的身体虽然还活着，但你的灵魂已经有一半被那个保险柜给吸走了。你晚上睡觉，神要回肝脏休息，可你的神回不来，他还在那个保险柜旁边转悠呢，所以你当然睡不着，当然脚冷。我对他说，你这病吃药只能治标，想治本你得学会善财，你得把那些钱看淡点，不然等你临终那一刻，你那个保险柜就是你的棺材，你下辈子就算投胎也是个守财奴，是个看门狗。他听进去了吗？一半一半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各位，你们听懂了吗？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神随念走，你的心藏神。你活着的时候，这个神是你身体的主宰，你死的时候，这个神就是你灵魂的方向盘。那个法师修了一辈子的大海，最后却在一条小阴沟里翻了船。为什么？因为爱。这个爱不光是男女之爱，是对万事万物的粘着。那一瞬间的执着就像是强力胶水，你心里想着兰花，你就被粘在兰花上；你心里想着存折，你就被粘在存折上；你心里想着仇人，你就被粘在仇恨里。现在的社会五光十色，诱惑比古代多了几千倍几万倍。我看病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的人，有的人甚至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还在不断操心。糊涂啊，真的是糊涂到了极点。现在我点名批评这几样现代人的催命符，你们可以看看平时会不会被这些执念所困扰，如果有，趁早改，还来得及。第一号催命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股票、基金。我在诊所里经常看到有些老人家血压高了都要爆表了，心跳快得像擂鼓，还在那盯着手机上红红绿绿的盘面看。在中医里，心藏神，你的神本来应该安住在心脏这个君主之官里，安安稳稳的。可是你炒股的时候，那个心情随着 K 线图七上八下，一会儿贪婪想着赚更多，一会儿恐惧怕赔本，你的神早就散了。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临终的那一刻或者中阴身的时候突然想起，哎呀，我那只重仓的股票还没卖，明天要跌停了怎么办？完了，你这一念贪婪和恐惧直接就会把你牵引到什么地方去，可能是恶轨道，因为那里全是贪婪的磁场。第二号催命符，房子、不动产。很多人特别是有这种起家错观念的长辈，对房子有这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很多老人临走了，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这房子是我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不舍得走啊，这房子要是留给我那个败家儿子，被他卖了怎么办？你的意念太强了，死死地扣在这个房子上，你的中阴身就走不了，你就被这个房子给吸住了。结果呢，你可能投胎变成这房子墙角的一只壁虎，或者变成这家里养的一条狗，天天守着这个门。第三号催命符，对儿孙教育的变态焦虑。很多做父母的说是爱孩子，其实是控制。我的孙子还没结婚呢，我那个女儿不听话啊。各位，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你在中阴身的时候，如果还要去操心儿孙的事，那就像那个老法师担心兰花一样，这种情执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再次投胎到这个家族里，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轮回圈。上辈子是妈，这辈子变孙子，下辈子变媳妇，一家人就在这1亩3分地里恩恩怨怨，纠缠不清，谁都解脱不了。第4号催命符，对这副臭皮囊的变态迷恋。这个催命符，我看10个老人里有9个都中招。
现在的中老年人最怕什么？怕死，怕病。于是你们把这个肉身当成了祖宗来供着。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呼吸新鲜空气，而是拿个血压计，滴滴滴量一下，哎呦，高了2毫米汞柱，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要中风了？吃个饭要先吞一把花花绿绿的药片，什么维他命、降压药、降糖药、通血管的，把胃当成了化工厂。每年的体检报告一下来，看到几个红箭头，那个脸吓得比死人还白，恨不得马上住进加护病房去。糊涂啊，这就是典型的认贼作父。在中医和佛法看来，我们这个身体叫臭皮囊，它只是你灵魂住的一个临时旅馆，或者是你开的一辆租来的车。车旧了，零件老化了，那是自然规律，只要心脏还能转，能吃能睡，就是好车。可是你们呢？你们对这个身体太执着了，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你们的神就乱了，就惊恐了。黄帝内经讲恐伤肾，你天天拿着那些冷冰冰的西医数据吓唬自己，你的肾阳就被你吓没了，你的正气就被你吓散了。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当你临终那一刻，你的身体肯定会坏掉，会痛，会呼吸困难。如果你平时对身体太迷恋，那时候你就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和不舍，你会拼命想抓住这个坏掉的身体不放，你不想走，你怕死。这一念贪生怕死就是最重的锁链，它会让你死得极度痛苦，让你根本看不见接引你的光，你的神识会死死地抱住这个尸体，最后变成什么？很可能变成守尸鬼，或者因为极度恐惧直接堕落到三恶道去。中医怎么看这事儿？在中医看来，这些执着都是气结。黄帝内经讲思则气结，你天天思虑这个思虑那个，你身体里的气血全是打结的，气血不通，神就不安，神不安，等到大限来临，肉体一坏，那个神就像个受惊的鸟，乱飞乱撞。讲到这，肯定有人要慌了。尼斯，那你这么说，我们这些俗人是不是没救了？我有房子，有股票，难道都要扔了吗？我也做不到不想儿孙啊。别急，我并不是要让你们现在就回家，把存折烧了，把房子捐了，然后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那是逃避，不是修行。真正的本事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真正的修行是在红尘中练心。那具体怎么练？我给你们开3个药方，2个修心的，一个养生的，这都是可以让你们受用终身的宝贝。药方1，断念如断电。大家每天脑子里会有无数个念头，注意了，要训练自己做个观察者。当你发现自己掉进那个非要不可的情绪里时，比如股票跌了，你很心痛；孙子不听话，你很生气，马上要在心里喊停。你要告诉自己，这是假的，这只是我的欲望在作祟，这只是一个念头而已，不是我。就像我们中医治病讲究治胃病，你在念头刚萌芽的时候把它掐断，就不容易形成那种死死纠缠的业力。你要是平时练习惯了，等到临终那一刻，恐怖的景象一来，你习惯性的喊一声停，你就得救了，你就能做主了。药方2，积善如存钱。不要觉得非要捐个几百万才叫善事。你在电梯里帮人按个开门键是善，你跟家里人说话，把那句伤人的话咽回去，换成一句辛苦了是善。你把路边的共享单车扶正是善。你去菜市场买菜，不跟小贩计较那2块钱也是善。这些小事就像往你的灵魂存折里存1块钱，看着少，但日积月累，等到你要远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路费。这就是决定你能不能坐头等舱的资本。善念是阳气，恶念是阴气。阳气足了，你走的时候就是往上升的；阴气重了，自然就往下降。药方3，中医绝技，强壮你的神。前面讲的都是心理战术，这一条是给你们实实在在的身体支持。为什么有的人想放下，但他就是放不下，心里慌得不行，脑子停不下来？因为他的身体虚，心血不足，神无处安身。针对50岁以上的朋友，我推荐一套外按内服加吐纳的组合拳。1，按揉神门穴，把手掌朝上，顺着小拇指往下摸，摸到手腕那个横纹的尽头有一个凹陷的地方，能摸到经的边上，这就是神门穴，意为神的大门。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你觉得心慌焦虑的时候，
用大拇指使劲按揉这个穴位，左手右手都要按，各按3到5分钟，按到有酸胀感为止，这能把那个乱跑的神给拽回来，关进门里。2. 常喝桂圆莲子茶，材料干桂圆肉5到8粒，莲子10粒去腥，把它们扔进保温杯，用开水焖泡。这里我要多说2句，为什么要用桂圆？很多不懂的人说桂圆是热的，吃了上火，那是你不会吃。中医讲红色入心，桂圆那个肉剥开来是不是半透明的红色？它直接补的是你的心血。而且桂圆又叫龙眼，龙是什么？龙是潜藏的阳气。我们年纪大了，心血亏虚，那个神就没有房子住，所以晚上睡不着，乱想。喝这杯茶就是给你的神修房子，把破漏的墙补好，房子舒服了，神自然就安住了。如果怕上火，你就多加点莲子，莲子是苦的，苦能泻火，这一补一泻，阴阳就平衡了。最重要的一招，睡前吐纳法。光吃不动那是假把式，我教你们一个道家不传之秘，很简单。躺在床上，手叠放在肚脐下3寸丹田的位置，吸气的时候想象一股气直接吸到肚子里，肚子要把你的手顶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把气吐干净，这就叫真人呼吸一种。凡人的呼吸在喉咙浅得可怜，真人的呼吸在脚后跟深层绵长。你只要坚持每天晚上做36次这样的深呼吸，你会发现你的脑子慢慢就空了，脚底板慢慢就热了。脚热了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火降下来了，肾水升上来了，心肾相交了。这时候入睡，那睡眠质量是极高的，你的神是极度安稳的。长期练这个，别说中阴身了，就是现在活着，你也比别人淡定，比别人长寿。各位，形神合一才是真功夫。你一边用心理战术告诉自己是房东，一边用穴位、食疗、吐纳把房子修补好，这样内外夹击，你的那颗心就会越来越定。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家里的老人突然走了，或者亲朋好友遇到变故，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到了那一刻，除了哭天抢地，就是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痛心啊！在中医和佛法看来，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因为人断气的那一刻，并不是真正的死透了。你的心脏虽然停了，脑电波虽然平了，但是那个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这时候作为家属，如果你不懂规矩，瞎折腾，那你就是在给亡者制造巨大的痛苦。来，我给你们3个救命锦囊，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千万记住了。锦囊1，黄金8小时，千万别碰它，这是第一铁律。当亲人刚刚断气，医生宣布死亡的那一刻起，至少8小时内绝对不要去触碰他的身体，不要急着去换寿衣，不要急着去擦洗身体，更不要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中医讲，人死的时候气血虽然停了，但神识是最后才走的。这个神识在离开身体的过程中，就像乌龟脱壳一样痛苦，身体的感官会变得异常敏锐。你这时候碰它一下，在它感觉来就像是被刀割一样痛，像被火烧一样难受。你这时候在他耳边大哭大叫，在他听来就像是雷声在轰炸，让他心神不宁，产生怨恨。所以真正的孝顺是在这8小时内保持安静，在旁边轻轻的助念或者静静的陪伴。如果你想哭，跑到外面去哭。锦囊2，49天黄金期，全家总动员。等8小时过了，神识离体了，他就正式变成中阴身了。这时候他进入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49天找工作的阶段。这49天是我们家属能帮上忙的最后机会。怎么帮？3个字，做功德。拿亡者生前的钱或者你们自己的钱，以他的名义去做善事，捐给孤儿院，印善书，救济穷人，甚至去菜市场买几条鱼放生。这就像是他要去那个世界打点关系，你们在这边拼命给他汇款，这份功德能增加他的福报，让他投个好去处。锦囊3，关键时刻的导航员。如果在这49天里，或者在临终前，亡者很害怕，怎么办？我们要当好他的导航员，你要握着他的手，或者对着他的照片，坚定地告诉他，爸妈，不管你看到什么，如果是佛菩萨或者光明的景象，
你就跟着去。如果是黑乎乎的洞或者恐怖的景象，千万别去。如果是看到男欢女爱的画面，千万别动心，那都是假的。你就一心念佛，或者想着光明的样子往亮的地方走，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极致了。各位，生死事大，这3个锦囊比你烧多少纸钱，买多贵的骨灰盒，请多大的乐队，办多风光的告别式，要有用的多得多。前者是做给活人看的面子，后者是给亡者实实在在的礼子。好了，讲到这儿，我们从生命的源头讲到了生前的修行，再讲到了死后的救赎，这一套流程基本算是讲圆满了。最后肯定有人会问，尼师，你讲了这么多规矩，我到时候还是慌了怎么办？各位，这就问到点子上了。其实所有的佛经，所有的中医道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万法唯心造。你们整天找大师看风水，要把家里的沙发挪个位置，要把大门改个方向，以此来求财求平安。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风水根本不在你家的房子里，而是在你的心窝子里。入胎经里讲的那些恐怖景象，怎么恶鬼，怎么黑暗，那都是你内心阴暗面的投影。如果你心里装的全是贪婪、嫉妒、嗔恨，那你死后看到的就是刀山火海。反过来，如果你心里装的全是善良、慈悲、宽容，那你死后看到的就是莲花，就是光明。善是什么？善不是让你天天去庙里磕头，那个叫形式。真正的善是你在菜市场买菜时，不为了几毛钱跟小贩吵架的那份宽容，是你在捷运或公车上看到老人下意识站起来让座的那份本能，是你看到别人过得好，心里不嫉妒，反而真诚祝福的那份格局。中医讲，心为君主之官，如果你的心是善良的、光明的，那你身体里的阳气就是最足的。这股正阳之气就是你最好的护身符。活着的时候，它能让你百病不侵，邪气不敢近身，死后变成了中阴身。这股正气就是一道耀眼的金光。那些孤魂野鬼，那些冤亲债主，看到你这身正气，躲都来不及，谁敢来拉你，谁敢来害你。所以不用怕投胎，也不用怕中阴身，只要你这一辈子抚养无愧于天地，对得起良心，多做利益众生的事，哪怕你一个字不识，哪怕你一句经文没念过，阎王爷那里的生死簿上，你的名字也是发光的。真正的改命不是靠求神拜佛，而是靠修心，把那颗计较的心换成感恩的心，把那颗贪婪的心换成布施的心，把那颗恐惧的心换成安定的心。你会发现，不用等到下辈子，就你这下半辈子，日子都会越过越顺，身体都会越来越好，因为你就是风水，你就是那个最大的神。好了，今天我是掏心掏肺的跟你们聊了这么久，我之所以费这么大劲把它写出来，不是为了吓唬你们，也不是为了博眼球，我是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在心里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这世界已经够乱了，我们能做的不多，但至少能管好自己的这颗心。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触动，如果你也希望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能够平安顺遂，请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善念长存，或者是愿众生离苦得乐。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就是你在向宇宙发射一个善的念头，也是一种无量的功德。如果有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善言，那这个评论区就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能沾到这份福气。愿我的这番话能成为你漫漫人生路上的一盏灯。不用怕黑，因为只要你心存善念，你就是光。我们下期再见，祝福大家。